红军村激战升级，乌军2天歼灭数百俄军，布达诺夫特种部队出击。莫斯科再遭空袭，远东库页岛同夜爆炸，俄境全面告急。乌军夜袭成功，库切里夫重回蓝黄旗之下，50名俄军被俘。顿涅茨克前线大逆转，乌军强攻10公里，俄军营级部队被歼。顿巴斯战局突变，乌军反击成功，俄军后勤枢纽岌岌可危。德国史上最大国防预算曝光，3770亿欧元，打造欧洲最强军。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红军村的巷战已经陷入了愈发惨烈的阶段，战火蔓延到每一条街巷。乌克兰军队在短短48小时之内成功歼灭了数百名俄军士兵，战局一度出现明显的反转。与此同时，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所率领的特种作战部队也正式加入了这场血战，使前线的战斗强度进一步升级。据多名在前线的军事记者披露，目前红军村的城市战仍在激烈进行中，尽管俄军依仗着兵力上的数量优势，一度强行突破外围防线并渗透至市区内部，但在随后的战斗中遭遇了重大损失。乌克兰军队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灵活运用 FPV 自杀式无人机，对俄军的渗透分队实施了精准打击与定点清除。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过去2天2夜中，乌军就成功歼灭了数百名俄军突击队员，并摧毁了数十辆军车。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俄方仍予以否认，并声称红军村即将被完全控制。然而，从战场实况来看，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俄军真正掌握了该地区的主导权。在红军村外围地区，双方的交火同样愈发激烈，尤其是在俄军受困的多布罗皮利亚一带，战斗更是达到了白热化。10月27日，俄方试图发动一次规模庞大的机械化突击行动，动用了29辆坦克与装甲车辆，企图突破沙霍维与沃洛德米里夫卡之间的乌军防线。这片区域距离红军村东北方向约18公里，早些时候俄军在此曾陷入3重包围圈。为了救出被包围部队，俄军持续发动多次反击行动，但乌军则巧妙地采用了围点打援的战术，将试图增援的敌军歼灭。这轮激战的战斗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俄军将进攻部队分为5个小组，从多个方向同时向乌克兰阵地发起攻击，并选择了不同的路线与时间点，以期分散乌军的防守力量。此外，他们还试图借助恶劣天气的掩护，在夜间完成突破。然而，这一切努力最终仍以失败告终。乌克兰部队依托先进的工程设备，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同时在关键地带布设了大面积雷区，极大地限制了俄军的装甲推进，加之各支部队之间的精准协同作战，使乌军的防御堪称铜墙铁壁。最终，俄军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撤离战场，共有15台重型装备被摧毁，其中包括2辆主战坦克、12辆装甲车以及1辆步兵战车。乌军则在战后继续清理敌军残留的步兵登陆点，以防止俄军再次渗透。与此同时，外界证实，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已亲自派遣其麾下的精锐特工部队前往红军村参战。这支部队以善于巷战与反渗透作战闻名，曾在收复沃夫桑斯克的战役中发挥过决定性作用。如今他们的加入无疑将进一步强化乌军在红军村的攻防能力，使俄军面临更大的压力。远东突传巨响，库页岛的夜空被火光点亮，
当地时间10月28日清晨，位于萨哈林岛俄称库页岛的第一热电厂突发爆炸，引发大规模火灾与停电事故，整个地区陷入黑暗。据俄罗斯多家媒体如 MASH 报道，爆炸发生瞬间，当地居民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了令人震惊的画面，岛上多个方向几乎同时闪现出耀眼的火光，随后便是一片漆黑。目击者称，爆炸威力巨大，伴随剧烈震动，窗户玻璃被震碎。据初步统计，南萨哈林斯克、科尔萨科夫、多林斯克等8个地区的供电系统受到影响，停电范围波及超过10万人。俄方暂未公布爆炸原因，只表示消防队与应急部门已赶赴现场进行灭火与搜救，目前仍在评估损失与可能的人员伤亡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俄方并未排除人为破坏的可能。多名分析人士指出，鉴于此次乌克兰在俄境内多地发动蛛网行动，此次库页岛事故或与敌方特工破坏活动有关。自2025年初以来，俄罗斯远东地区已连续发生多起神秘爆炸事件，包括阿穆尔州、外贝加尔地区的弹药库相继起火，如今又轮到了库页岛。这一连串事件让外界愈发怀疑，乌克兰是否已经将破坏行动的触角延伸至俄罗斯最东端？毕竟在蛛网行动中，乌克兰情报机构曾成功袭击距离前线5000公里的俄境机场，显示其远程渗透与无人机能力的提升。如今库页岛爆炸似乎正是这场深度打击战的延续。更何况库页岛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使得此次事件格外敏感。面积约 7.64 万平方公里的库页岛资源极其丰富，盛产石油与天然气，长期被视为俄罗斯远东能源的命脉。它横亘在鄂霍次克海与日本海之间，堪称钉入东北亚要冲的一颗战略钉子。正因如此，这一地区的一举一动往往牵动整个东亚安全格局。与此同时，而首都莫斯科也不平静。继前一夜空袭后，当地时间10月28日晚间，莫斯科及其周边再次传出巨大爆炸声。大量社交媒体视频显示，俄军防空系统彻夜启动，陈设的防空火球在夜空中频频闪烁。乌克兰的无人机群显然突破了俄防空网，对多地发动袭击。俄媒称，莫斯科地区上空被击落的无人机数量众多，但仍有部分目标成功命中。受此影响，俄军被迫紧急转移战略轰炸机。库宾卡与茹科夫斯基空军基地的多架图95与图 22M 轰炸机临时撤离，以防遭到进一步打击。显然，乌克兰此前的蛛网行动给俄军留下了深刻阴影。乌克兰方面虽未正式承认袭击行动，但从近期态势来看，这一连串爆炸与空袭很可能是对俄方近期轰炸乌克兰民用设施的直接回应。就在几天前，基辅街头与哈尔科夫幼儿园遭到俄军导弹袭击，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如今，乌克兰似乎正以实际行动进行反击，不再仅仅守在本国领土上防御，而是将战火燃向俄罗斯的腹地与远东。显然，随着战争的纵深化与无人机技术的普及，前线与后方的界限正被不断模糊。远东库页岛的爆炸声与莫斯科的空袭警报正共同揭示出一个残酷的事实：这场冲突正在进入无安全区时代。当地时间10月22日，乌克兰第68列兵旅公布了一段前线影像，令整个社交网络沸腾。在东部库切里夫区域的废墟之上，蓝黄双色的乌克兰国旗重新迎风飘扬。这场代号为暗夜穿刺的突袭行动，被誉为乌军自秋季攻势以来最成功的一次反击。乌军在夜色的掩护下，悄然突破俄军防御带，迅速完成清剿任务，不仅彻底收复了库切里夫区域，还俘虏了整整50名俄军士兵。航拍画面中，俄军战俘从被炸毁的掩体中依次走出，举起双手面对镜头列队投降的场景震撼全球。
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战报，这次夜袭可谓战术教科书级的作战范例。乌军首先以 FPV 无人机群发起饱和式攻击，精准摧毁俄军的电子战设备与7个火力点，使其防线瞬间失灵。紧接着，德制豹二 A6 主战坦克在夜间热成像指引下，为步兵渗透部队提供火力掩护，成功切断俄军侧翼阵地。50名俄军战俘的被俘，迅速成为外交层面的新焦点。土耳其外交部在10月27日确认，俄乌双方已重启人道主义换俘谈判，核心议题之一正是这批战俘的归属问题。此次磋商被视为继7月1200人换俘框架之后的重要延续。当时俄乌曾以250换250的比例完成阶段性交换。军事专家指出，这批战俘中包含3名俄军军官，全部来自前线主力作战单位，极具谈判价值。俄方原本坚持先停火后换俘，但库谢里夫失守后，形势已迫使他们改变策略。专家分析道，根据此前的先例，包括欠人换俘和重伤优先交换等协议，这批战俘极可能成为新一轮换俘的突破口。库谢里夫的夺回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乌克兰在整个东部与南部战线的连贯攻势的一环。就在此次夜袭成功前的5天，乌军在扎波罗热方向已连续收复3个村庄，前线推进达 3.5 公里，迫使俄军被动后撤10公里重新布防。目前乌军的炮火射程已推进至距离克里米亚关键节点仅40公里，克里米亚大桥、刻赤海峡渡口等设施正式进入打击圈。泽连斯基办公室10月26日透露，乌方正与美方磋商采购战斧巡航导弹，若交易达成，乌军将具备直接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远程能力，战场格局将被彻底改写。导弹发射15秒后命中，顿巴斯的夜空骤然闪光。10月下旬，乌克兰第72旅板坦克连在东线草原上拍摄的战斗影像，正在全球社交平台疯狂传播。视频中，数辆俄军 T-90 主战坦克在夜幕中被精准击中，炮塔掀飞，火光冲天。据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10月22日发布的战报证实，这场代号为暗影狩猎的夜袭仅持续数小时，但战果惊人。乌军依托无人机侦察加导弹游击组合战术，一夜之间摧毁了5辆俄军 T-90 主战坦克，并通过布雷伏击瘫痪了3辆装甲运兵车。战场航拍画面显示，残骸散落满地，浓烟翻滚，顿巴斯平原宛如一片钢铁坟场。接受采访的前线士兵揭开了战术细节。首先，乌军操作土耳其产热成像无人机，低空抵近至3公里，实时标定俄军坦克阵地。当敌方装甲目标进入预设伏击圈时，反坦克组立即发射斯图格纳 P 反坦克导弹，直击坦克顶部薄弱装甲，也就是被称为天灵盖的位置。这款造价仅5万美元的乌产导弹却能穿透1100毫米厚装甲。面对如此攻击，俄军引以为傲的阿富汗式主动防御系统在夜战中几乎完全瘫痪，探测延迟，锁定失败，拦截系统无反应。士兵形容从发射到命中只有15秒，坦克根本没机会反应。比战术战果更震撼的是乌军在东部战场取得的战略突破。开源情报平台 Deep State 最新地图显示，乌军在顿涅茨克西部沿15公里正面撕开俄军防线，纵深推进已达10公里，兵锋直指工业重镇多布罗皮利亚。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印证了这一点。乌军装甲车队沿公路高速推进，无人机在头顶盘旋侦察，路旁遍布被炸毁的坦克、燃烧的弹药箱与弃置的装备。乌克兰总参谋部在 Telegram 战报中指出，此次攻势采用断后勤加包饺子战法，先由美制海马斯火箭炮切断俄军补给线，再由特种部队渗透布设反坦克雷区，最终形成一个楔形包围圈。截至目前，乌军已在多布罗皮利亚与波克罗夫斯克之间建立防线，
切断俄军反击通道，牢牢控制了区域主动权。乌军在顿巴斯的双线胜利引发西方舆论高度关注。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俄罗斯必须接受战场失败的现实。他称，乌军的战术创新标志着乌克兰已从被动防御转向全面掌握战场节奏。五角大楼一名匿名军官进一步指出，这场战斗的成本比堪称教科书级别一枚斯图格纳 P 导弹约25万美元，而被摧毁的 T-90造价高达450万美元，战损比达1比18。俄军正在陷入一场经济与装备的双重死循环。英国《泰晤士报》以钢铁洪流的终结为题发表评论，称乌军以无人机加廉价导弹构建的非对称战体系，彻底瓦解了俄军依赖重装甲推进的传统模式。与此同时，德国国防部宣布将加速向乌克兰运送1000枚反坦克导弹，法国亦承诺提前交付防空系统，支援乌军持续攻势。这场惨败再次揭示俄军装甲部队的深层危机。开源数据统计，截至2025年9月，俄军累计损失超过3500辆坦克，相当于15个满编装甲师的战力。更严重的是 ，T-90的现役库存早在2024年底已被消耗殆尽。如今，俄军前线所用的多位翻新坦克，防护性能与热感应系统大幅退化，几乎无法抵御乌军新式导弹的精准打击。情报显示，在此次顿巴斯伏击中，俄军近卫坦克师出现多起汽车逃生事件，部分士兵在导弹爆炸声中跳车逃命。军事专家指出，培养一名熟练坦克手至少需3年，而俄军当前的人力损失意味着至少5年才能恢复战力。乌军的无人机侦察与反坦克体系正在彻底改变这场战争的逻辑。曾象征苏俄装甲荣耀的 T-90， 如今却在夜色中化为废铁残骸。这不仅是一场战术胜利，更可能是俄乌战争格局的又一次转折。10月27日，顿涅茨克前线再掀波澜。乌军士兵在被炮火摧毁的布拉霍达特内村废墟上高举蓝黄国旗，宣告这片焦土重新回到乌克兰怀抱。而几数公里之外的涅斯库齐涅村也同步解放。这是乌军在短短3天内连续收复的第2与第3个战略据点。乌克兰总参谋部最新战报显示，这场24小时的恶战让俄军付出惨烈代价，143名士兵阵亡，86人受伤，伤亡总数突破200人，相当于一个营的战斗力被彻底摧毁。前线视频显示，战场宛如地狱。FPV 自杀式无人机成群掠过残垣断壁，精准摧毁俄军7处火力点。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齐射火光划破夜空，3座俄军弹药库被连环引爆，爆炸冲击波将装甲车掀翻。与此同时，刚列装的德制豹 2A6 坦克首次投入巷战，硬生生撕开防线缺口，迫使俄军后撤10公里重新布防。这场战斗的意义远超村庄攻防。奥地利军事专家马库斯·赖斯纳指出，布拉霍达特内与涅斯库齐涅是顿巴斯西线的咽喉要地，扼守通往 E50 高速公路的支线。如今，俄军后勤补给枢纽波克罗夫斯克已被乌军火炮覆盖，这意味着整个东线的俄军防线正在失去稳定。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乌军的这次突破可能成为战局的分水岭。一旦能进一步向东推进，就能从侧翼切断俄军补给线，为前行包围奠定基础。但俄军依然控制着顿巴斯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新战区，随着冬季临近，地面冻结，攻防战的惨烈程度将远超以往。随着俄乌冲突持续，欧洲各国深刻感受到安全压力，军备扩张趋势愈发明显。最新消息显示，德国已正式公布一项高达3770亿欧元的国防计划，目标是打造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力。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0月27日，柏林方面透露了这轮军事预算的具体方案，涵盖陆、海、空3军以及网络、太空等先进领域，共计320个项目。
大部分项目将由德国本土军工巨头承担，其中莱茵金属公司获得约880亿欧元合同，另一家德企戴奥防务也分到170亿欧元。初步计划显示，德国将采购687辆美洲狮战车、561套天行者防空系统，以及 IRIS-T 系统导弹和大量无人机。无人机和导弹系统显然吸取了俄乌战场的经验教训，同时德国还将投入95亿欧元建设新的卫星网络，以摆脱对美国卫星系统的依赖。在这次预算中，仅有 5% 的支出用于采购美国装备，如 F-35 战机和战斧巡航导弹。自德国新总理梅尔茨上任以来，柏林就开始推行重新武装战略。这次国防计划堪称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备投入。德国的军备扩张不仅反映自身防御需求，也引领了欧洲整体趋势。英、法、波兰等国均通过破纪录的军事预算，同时寻求建立独立于美国的防御体系。早前，柏林还提出与英法共享核武器，以形成欧洲自主防务网络。德国在援助乌克兰方面居欧洲首位，其军援力度也极大推动了其他欧洲国家对基辅的支持。例如，斯洛伐克近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Wolf-25AD 防空系统，该系统配备 Vanguard 25炮塔，能够同时打击空中和地面目标。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间防务联系不断加深。瑞典宣布首次向拉脱维亚部署一支部队，配备自行高射炮，用以加强北约东部防线，显示欧洲各国正在形成更加紧密的军事协同网络。德国的大规模军备计划不仅是自身战略重塑的体现，更可能对俄乌局势及欧洲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随着欧洲整体防务体系升级，乌克兰获得的支持力度和战场环境将随之改变，俄乌战争外溢效应仍在持续扩大。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